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北极啊。今天带大家看一部国产高分电影，告诉他们我乘仙鹤去了。老马是一名木匠，村里的棺材大多都出自他手。他做的棺材从来不会阴森森的，反而会给人一种风光离开的感觉，因为它的特色就是在棺材上画满精美的仙鹤，堪称一绝。仙鹤是一种吉祥的鸟，仙鹤飞到哪里就证明哪里有人要上天了。老马的好友老曹预知到自己不久将离开人世，于是提前找老马给自己做了副棺材。只是最近村里订棺材的人不知为何越来越少了，仔细打听才知道，原来村里响应国家号召，推行起了火化，谁家里死了人必须得火葬。但对于老一辈的人来说，他们还是更愿意土葬，因为他们认为尸体化成一缕浓烟真的很可怕，灰飞烟灭一般不都是坏人的下场吗？老马算得上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爷爷，平时喜欢和其他老人聚在一起聊聊家长里短，就连村子里的孩子们都很喜欢他，因为他会随身携带冰糖分给孩子们吃。虽然这冰糖是女儿翠花买给他用来戒烟的，但他总觉得身体的好坏和抽不抽烟没有半点关系。阎王爷想让你走，你根本就留不下来。这天，孙子智娃正看着《西游记》电视看入了迷，坐在那儿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。老马见状便拉着他去散散心。刚出门，老马就看见不远处有一个烟囱在冒烟，出于对浓烟的恐惧，他就让智娃上了房顶，堵上了烟囱。中秋节快到了，女儿翠花决定将老马接回自家过年。当车开到女儿村庄的时候，老马看到窗外一个个坟头络绎不绝，便问起了翠花，不是说不让土葬了吗？这里怎么还有那么多？原来女儿的村里还没开始执行，这让老马喜出望外。到了女儿家，老马不光对自家孙子好，对外孙女苗苗也是百般疼爱。但不知怎么，爷孙俩说到了死亡这个话题，老马是真的不想被活化，于是他就问孙女，你们村里人死后是被埋了还是被火化了？苗苗回答说，应该有人还是偷偷土葬吧。听到这话，老马感到很是欣慰，仿佛看到了希望。他带着苗苗来到了老坟前，在合适的地方画了一个大圆圈，仿佛是在预定他放棺材的位置。他准备一直住在翠花家里，直到自己死去，这样自己就有可能被土葬了。初来乍到，老马还不认识村里的其他老汉，于是他每天都和外孙女待在一起，给他煮鸡蛋，教他画仙鹤，带着他四处溜达。看着地上的仙鹤，苗苗忽然想起他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东西。过了一会儿，苗苗终于想起来了，他带着老马来到了这群水鹤面前。虽然水鹤受惊飞走了，但老马好像从中看到了仙鹤的影子。女儿翠花从老马的言行中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于是她把苗苗叫到一边询问了起来。在得知老父亲的真实想法后，翠花的心里很不是滋味，父亲真要是死在女儿家，成何体统？于是当晚就和哥哥通了电话，第二天便带着老父亲和苗苗回娘家住几天。回到自己家的老马来到了大树下，在这儿他得到了一个令他伤心的消息，他的好友老曹前几天死掉了。老马倍感惊讶，这俺才出去几天呀，你老曹就撒手人寰了。由于老曹不想被火化，家里人便没有声张，偷偷把他埋在了湖边的玉米地里。老马知道后，自个儿来到了老曹的坟前，为他烧纸，给他敬酒，也算是送老曹最后一程了。他一直坐在坟包前发呆，一坐就是一下午。老马是既难过又羡慕，他羡慕是因为老曹好歹死后能如愿有个地方入土为安，再想想自己死后都不知道能不能土葬。从那以后，老马就经常在湖边的大树下发呆，好几次都是孙子智娃来叫他吃饭，他这才回过神的。回家后，他对家人说自己在湖边看到了仙鹤，但儿女却不以为然，认为是老父亲老眼昏花，把平常的水鹤看成了仙鹤。毕竟仙鹤那么稀有，人们只有在电视剧中看过。有一说一，老马虽然73岁了，但是他的视力可真不错，饭菜里的头发他都能一眼看到。老马对仙鹤的执念很深，从那以后，他总是去那棵大树下，期盼着仙鹤能够再次到来。慢慢的，这件事在村子里传开了，大家都议论纷纷。有人说他仙鹤话多了，走火入魔了，也有人说他年纪大老糊涂了。很快，老曹偷偷土葬的事被发现了，村长带着一群壮汉前来挖坟，壮汉们手上带着红绳，一下一下地挖着坟包。老曹的家人极力阻止，不让挖。村民们见状也走上前求情，说埋都埋了，再挖出来是对死人的不尊重。即便这样，也没能阻止村长要挖坟的心。可能村长也是想给村民一个下马威吧，杀鸡给猴看，这样其他村民就不敢再犯了。老马在湖对面静静地看着对面发生的一切，然后拿起小棍在树下画了一个圆圈，这是他为自己选的新归属。无论怎样，他都不想被火葬，他想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和命运拼死抵抗。随后他来到了老曹被挖的坟土前，点燃了一根烟，像是在安慰老曹，也像是在安慰以后的自己。
老马似乎被老曹的事情刺激到了，从那天起，老马变得越来越疯狂。村民们割芦苇，他要上前阻止；村民们抓鸭子，他也要百般阻拦。他的行为不仅不被村民们理解，还被当成疯老头一样看待。结果芦苇还是被割得一干二净，老马气得直跺脚。原来这片湖已经被承包了，准备改造成鱼塘养鱼。我想老马可能是想保护这个地方，保护仙鹤的栖息地吧。期待仙鹤能够再次到来。要说人不顺的时候干啥不行。回家以后，他又看到冒着烟的烟囱，浓烟对他来说很敏感。这次他亲自爬上了房顶，堵住了烟囱，像是在和火葬做斗争一样。晚上他还故意和儿子赌气不吃饭。第二天，老马又来到了湖边的树下，想到自己100年之后不能入土为安，不禁流下2行老泪。孙子和外孙女见状，便跑过来和老马说说话。老马向孙子诉苦：“你爹你妈都商量好了，等我死之后，就把我拉到西关火葬场去。最后爷爷只能变成一缕烟，从烟囱里飘走。”天真的智娃根本不懂死的意义，他安慰老马说：“他们是吓唬你的，乖。”人是不会变成一股烟的。说着说着，智娃还替老马出了个馊主意。他说：“爷爷，你要是害怕的话，你就藏起来，不就完事了吗？”这句话像是启发了老马，让他萌生了一个活埋的计划。接下来，爷孙俩开始轮流挖坑，让外孙女苗苗放风，避免被人发现。智娃一下一下的挖着，挖累了就换老马挖。很快，树下的圆圈就从一个平地变成了一个大坑。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，老马还是有点恐惧。他坐在坑边，流下了眼泪。不知道是在哭对死亡的恐惧，还是庆幸自己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。老马蹲在里边，临走前给孩子们2块冰糖，还不忘提醒孩子，回去后可千万别跟父母提起，这是我们的秘密。2个孩子在一旁许下了承诺，说完就按照爷爷的指示开始埋土，准备完成爷爷的遗愿。最终老马被活埋了，陪他下葬的只有苗苗摘的野花。老马终于如愿以偿，乘着仙鹤去了天堂。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对于老人的做法，在我看来，既是捍卫死亡的尊严，也是对土地的眷恋；既是保存灵魂的居所，更是对封建愚昧的坚持。他的固执与他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。其实回过头想想，老马说的他看到了仙鹤，可能是看到了带老曹走的仙鹤，这是他的一种自我安慰罢了。在火葬与土葬的这场对峙中，我们分不出对与错，只能不禁感叹世事无常。老曹死后不得安宁，老马在树下被自己的孙子活埋，真是既无奈又心酸啊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了，小伙伴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